当你想要做一些更细部的混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橡胶工具哦。你也可以尝试用亚克力打底哦，它的使用秘诀呢跟水彩打底其实是一样的。上这一道喷胶的时候呢，最好是把你的粉彩画立起来。绘画技巧示范以及各种颜料工具的开箱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你才不会错过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V 的艺术笔记。想要利用粉彩呢来做创作的话，到底需要哪些工具呢？一般我们常用的是这种半截的粉彩条，这是林布兰的哦。想知道开箱链接在上方哦，可以点进去看。那像一般的软性粉彩呢，它是利用它的粘着剂就是胶，然后呢还有白垩、粘土或石膏这样的混合剂，再跟色粉混合了之后，把它压制好，做好这样一条一条的。那有的是圆形啦，也有是方形的啊。除了这样的粉彩条之外呢，也有像圣内利尔，它这个是手工做的，所以它的形状呢，就是每一条都长得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也有这样子的，更大的。好，你可以跟我的木质比比看，它就是这样胖胖的、不规整的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像这样的手工粉彩呢，其实它的胶跟它的其他添加物的含量是更少，几乎都是色粉，所以你碰一下它的颜色就几乎都在你的手上了，而且它的饱和度非常高。像这样的粉彩铅笔呢，你是更好去做控制的。你想要画一些细节啊等等哦，是都可以的。这个开箱连结呢，我放在上方哦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。它呢本身有一个特性，就是你色粉含量越高，那它的添加物越少，它就会越软，越容易断。所以大家在削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千万要小心哦。还有像这样的 oil pastel， 就是油性粉彩啊。那油性粉彩的话呢，它本身的粘着剂是带有油性的，所以你画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点类似像油画棒，会类似这样的一个质感哦。但是它又跟它们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水性粉彩。那水性粉彩它是加了水之后啊，可以制造出像水彩一样的渲染的效果。在纸张的选择上哈，你就可以选择是这样单张有颜色的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它是有一些纹路的，因为这样你的粉彩这个色粉呢比较好附着在上面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像这样的沙卡纸，你是可以摸得出来它是有一点粗粗的这样子的质感。那你粉彩画上去的时候呢，它也是很容易就附着色粉哦。它就会比这样的粉彩纸呢，又更容易附着颜料在上面。如果你需要颗粒更大呢，就是像这样的砂纸，画面上可能有点看不出来哈，它是蛮厚的，好，只是它比一般的砂纸呢更细一点。然后除了这些纸材之外呢，还有像这样一整本的哦，这个是德国的，它有不同的颜色。每一种颜色都有好几张哦，你就可以直接拿来做创作。这个画色铅笔啊，或者是粉彩铅笔啊等等都很方便哦。你还可以选择一些有肌理的一些纸张哦，厚纸板。然后呢，自己可以加上一些美彩打底剂，把它画上去之后，它会产生一些像沙子有颗粒的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表面哦。纸胶带一般我就是会买2公分的，因为这样子它有一半压在画面上，另外一半呢压在我的画板上，它会比较牢固哦。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用夹子，用夹子这种大夹子夹几个呢，它就可以很牢固的把粉彩纸固定在画板上。当我们在一个画面上要把粉彩推开或者是混色的时候，你需要哪些工具呢？就是你的手指头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所谓的纸笔。好，那我常用的是宣纸纸笔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好用。那当然这有套装哦，大中小啊，好，你都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做购买。然后还有像这样子的大面积的，你需要把大面积刷开的，好，这样子的刷子，或者是呢，像这样子的，好，不管是尼龙的啦，或者是猪鬃的啦，哈，这个是做局部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的面积。当你想要做一些更细部的混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橡胶工具哦。棉花的部分呢，它有棉花棒也 OK， 大面积的你可能就需要这种棉花团，然后呢稍微把它摊开，再摊开，让它变成一个球状。
这样子用棉花做大面积的混色很方便哦。厨房纸巾呢也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哦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纹路。我们有时候把一些粉彩的边边角角都画到钝的时候啊，边缘需要比较锐利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是像这样子的砂纸，把它这样子来回推之后呢，刚好就可以把它磨成是你想要的样子。像有些擦拭的时候啊，像这样子伊眼的软橡皮啊，或者是 Royal Talents 这样子的软橡皮，其实都很好用哦。像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折成你要擦拭的范围哦，非常的方便哦。而且它只要这样轻轻压一压、沾一沾哈，粉彩就可以把它附着起来了，很好用哦。有了以上这些工具之外呢，基本上你还需要准备呢像这样子的湿纸巾，因为我们在画粉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假设你手这样子把它来回推一推，推开之后，马上你就发现，哎，糟糕，你要换另外一个颜色怎么办？好，一个好的湿纸巾可以很快就可以让你换下一个颜色了。除了以上这些基本常用的工具之外，你可能还会需要像这样的炭笔。那炭笔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在你打底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用铅笔哦，因为石墨呢，它本身跟粉彩是不是可以融合的很好哈，所以用碳粉的话，你先画上去之后，然后喷上固定液，好，然后再做粉彩叠色，比较不会污染，这也是一种打底的方式。那喜欢玩技巧的朋友还可以尝试用水彩打底哦，把水彩画上去之后，然后再用粉彩画上去叠色哦，它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水彩。像这个技巧呢，我就有在我15个粉彩入门技巧当中有提到，影片在上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。你也可以尝试用亚克力打底哦，它的使用秘诀呢，跟水彩打底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在水分的时候要做控制，尽量不要在画面上用太多水哦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哦，我做水彩打底的这个部分，它是没有很明显的凹凸不平哦，所以水分的控制是蛮重要的。看到这是森内利尔的啊，一样是软性粉彩的这样子一个保护喷胶。粉彩作品到底要不要喷胶呢？其实这个或者是怎么喷呢？大家都有很多种说法。那有的人是说都不要喷，好，在你最后完成的时候才轻轻的喷上去。然后也有人就是坚持，他就是从头到尾都不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喷的喷胶它本身毕竟还是有水分的，它容易让它的这个彩度降低，就是你的粉彩看起来会有点暗暗的、灰灰的。所以粉彩要不要用，这还是看每个人的选择。上这一道喷胶的时候呢，最好是把你的粉彩画立起来，距离你的画面呢大约是30到45公分哦，然后由上而下轻轻的喷，而且呢，在压头的时候，尽量控制你的力道哦，不要一次太用力把它喷太多出来，这样很容易变成你的画面哦，大部分地方是干的，但是有几处呢却特别的湿哦。最后呢，有的人就是选择用描图纸哦，然后把它覆盖在上面，避免每一张的粉彩彼此去摩擦。那粉彩的基本工具呢，我就介绍到这边，还有更多进阶技巧的影片，马上就会上架喽。如果你有什么画粉彩的有趣经验，或者是你想要知道的艺术小常识，欢迎留言在下方，我都会很快做影片介绍给大家哦。